用总总3期节目啊，讲完了孟晚舟事件的来龙去脉。原本是想在第3集的最后啊，讲一讲我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但是后来发现实在是装不下了，所以啊，我干脆单独辟一期节目来讲一讲我对整个孟晚舟事件过程中涉及的人以及阵营他们得与失的分析。Huawei Technologies overtook Apple to become the world's #2 smartphone maker. U.S. presidents, U.S. federal government to isolate Huawei, to cut it off. Now it's emerged that Meng Wanzhou has been in custody in Canada. 美国基于什么政治目的？我不理解。Meng Wanzhou lost the first round of her attempt to avoid extradi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首先，我们讲一讲华为和孟晚舟啊。孟晚舟和华为在这个事件过程中间肯定是赢了，因为美国一开始是把孟晚舟抓起来，要拉到美国去审判嘛，而且按照美国当时罗列的那些罪名啊，孟晚舟大概率有可能在美国被判有罪，那么要么在美国坐牢，要么可能要支付天价的罚金和和解金。但是呢，最终的结果，孟晚舟没有去美国接受审判。他只是跟美国签了一个延期起诉协议，这个延期起诉协议啊，说白了就是假的，只是给双方一个台阶下。美国显然也不可能在这延期起诉协议之后啊，再去继续起诉孟晚舟了。那么孟晚舟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承认了他当年跟汇丰银行啊申请贷款的时候啊，没有陈述事实，不但没有认罪，连认错都没有认。那你想想，华为肯定是赢了啊。但是我的分析啊，华为是赢了面子，输了里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自从孟晚舟事件之后啊，华为基本上全面退出了美国的市场。不仅仅是美国呀，包括欧洲的一系列的发达国家的市场，华为基本上都退出去了。因为在整个华为跟美国角力的过程中，华为背后站了那么一个强大的祖国，这种力量啊，令许多国家望而生畏。他们知道啊，华为可不仅仅是华为啊。虽然美国在调查华为的过程中，并没有找到华为可以控制设备的后门、窃取用户的隐私，然后来控制啊客户的手机啊等等啊这些证据啊。但是呢，他们不相信啊，华为跟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仅仅就是一家企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一定超越了一般的企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那么他究竟可以跟政府之间合作的过程中做出什么呢？不清楚。所以更多的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都选择了禁止华为啊参与这个武器的建设。包括还进一步的，美国又通过芯片的制裁啊，使得华为的手机业务啊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本来华为的手机出货量啊已经超过了苹果，而且呢高端机的市场啊也慢慢站稳了脚跟。但是由于芯片的制裁呢，使得华为的手机业务呢一下子啊又重新落后于三星了。应该说也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的判断就是华为是输了里子，赢了面子。但是在国内呢，华为也有所得啊。由于这个事件过程中间啊，孟晚舟就从华为的孟晚舟变成了中国的孟晚舟，变成了习近平的孟晚舟。滞留异国他乡3年，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党、祖国还有人民的关爱与温暖。习主席关心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安危，同样也把我的事情挂在心上，让我深受感动。所以你知道吗？孟晚舟当时9月24号回国的时候，那包的中国民航的包机就是中国外交部出的钱，不是华为出的钱。按说华为实际上是出得起这个钱的，但是外交部大手一挥，就直接出钱把孟晚舟给接回来了。与他同机的还有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一起陪同了回到中国。下飞机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了深圳市的市长、广东省的副省长都亲自到机场去迎接。还有一个细节啊，就孟晚舟当时出国去温哥华的时候，还记得吗？他一共托运了7件行李，但他回来的时候，这些行李啊可没跟着一起回国。实际上，他的行李啊是在10月21号，也就是他回国之后的1个月，外交部又派了2架湾流650的公务机到加拿大，把孟晚舟的行李拉回到了中国。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我还挺狐疑的。不去的时候不过一共只有7件行李吗？为什么不从那个包机的时候带回来呢？还专门开了2架公务机把这个行李拉回中国呢？就算孟晚舟在加拿大待的这3年啊，
华为给他配了一个高级的团队，有厨师、有插花师、有瑜伽师、有律师等等吧，但也不至于搞得行李到他那个包机都装不下呀。后来有人跟我讲，孟晚舟当时离开加拿大的时候啊，把自己在加拿大的资产也都全处理了。他也知道啊，此行再离开加拿大，他不太可能再踏上这个国家了。就在他离开加拿大不久，他把他的房子也挂到网上出售了。与此同时呢，他把这些资产处理之后啊，买了100多幅画，他要把这些画运回到中国。那你想想，他肯定是不希望啊，他坐这个公务机的时候被别人看到他拉了那么多画回中国。所以后来外交部在10月21号的时候，又专门给他派了湾流650的公务机啊，拉回到了中国。牛啊！只要是习近平高兴，外交部买单，这都是小事儿啊。那与此同时呢，国内啊有很多政府采购，也包括军事采购啊，就开始拼命的向华为倾斜。所以呢，华为在国内应该说地位啊变得越来越高了。据说任正非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啊，一般的政府官员想见的都见不到了，他只见习近平啊。你就是国务院的副总理，到深圳都未见得能见到任正非了。那你想想，他在中南海红得发紫啊。习近平就因为孟晚舟这件事情，在这过去的3年时间里头，一共批示了100多次。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就把孟晚舟看作了他跟美国斗争过程中间的一个棋子。当然，最终孟晚舟成功了之后啊，他也愿意给予这个棋子啊有更大的优惠和好处。所以呢，华为在国内啊越来越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但是在海外，离一开始希望达到的那个极具国际化市场的华为啊，可能这个目标呢又渐行渐远了。HSBC pushing back on claims it helped frame Huawei. The bank making headlines in China for all U.S. authorities accuse Meng and Huawei of misleading HSBC about its business dealings, potentially causing the bank to break American sanctions. Now, the case rests partly on a meeting between Wanzhou. State-run media has long blamed HSBC for its role in Meng's arrest. 第二个方面就是汇丰银行，我觉得在整个华为事件过程中啊，汇丰银行的角色不太光彩。首先是2013年孟晚舟找到他们贷款的时候啊，虽然说他没有完全跟他们说真话，但毕竟汇丰银行内部自己早就知道星动跟华为之间的关系。那你能说你自己所有决策的过程中间都是基于华为当时对你的虚假陈述吗？这个我在第2集里的时候曾经讲过，我认为这个理由不成立。更何况啊，后来他自己因为洗钱跟贩毒集团设置黑账户，被美国给逮到了。2017年的时候，他跟美国签订了一个协议，在5年的时间内，汇丰银行必须配合美国所有的调查，无条件配合。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才把华为给他 PPT 交给了美国，由此美国才盯上了华为。汇丰投靠美国，给美国华为的资料之后，并没有换得什么好处。但是中国政府对汇丰之后，那可是恨之入骨。大家都知道，前几年中国政府拼命收拾汇丰，什么原因呢？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不就是因为华为事件，汇丰银行在华为背后捅刀子吗？所以汇丰最近几年市场朝不保夕的感觉，很重要的原因跟他们自己决策过程中间啊这种儿戏有非常大的关系。这2个加拿大公民是因为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We are a country of the rule of law. We will allow our legal processes to unfold independently. We don't want to be pulled into a full-scale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怎么加拿大就不够聪明，就去执行了美国这个决议呢？在国家层面，咱们先说加拿大啊。加拿大，我觉得在整个孟晚舟事件过程中间啊，扮演的角色啊，或者处理的过程啊不得当。为什么呢？首先啊，我们在前几集节目都讲过，加拿大启动这个引渡协议啊，它在第3步和第6步有2次不需要法院裁决，由政府部门可以直接叫停引渡程序。其中，华为当时的孟晚舟被抓之后啊，美国申请了引渡协议，加拿大的司法部长当时就有权叫停，但是他没有叫停。没有叫停嘛，我倒也理解啊，因为美加之间实际上是有比较密切的引渡协议。但关键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听一听来自中国的声音。
那么加拿大在没有听中国方面的声音，没有跟中国沟通的时候，就直接把孟晚舟案进入到了引渡程序。这一点，我们说句心里话，确实不够尊重人。他在日后所有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伏笔。所以中国就会觉得加拿大你在这个方面做的不地道。我觉得这个东西有道理。而且呢，加拿大一开始也完全低估了中国对这件事情的决心和立场。他认为把孟晚舟交给美国其实也没什么，只要是在符合加拿大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但他大大低估了中国打这场硬仗的决心和努力。所以当后来中国越来越强硬的时候呢，加拿大一看马上六神无主了，于是病急乱投医，又找了这个鲍达民去到北京去沟通。其实这个鲍达民在北京有什么能量啊？他一个麦肯锡公司的合伙人，后来还任命这个人做加拿大驻北京的大使。你想想，他一个大使就是为了营救人质，这事儿也够可笑的了啊！然后在整个这个鲍达民处理这个人质过程中间，他也没发挥什么关键作用，因为中国根本就不想跟加拿大谈。因为中国认为核心是美国，并不是加拿大，而加拿大你之所以我不愿意跟你谈，也是因为你在整个过程中间，你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感受，你就做了美国的走狗。后来更可笑，中美加之间三方就这个换球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个东西是绝密的，国际上换球那都是悄悄咪咪进行的，谁会认真的把它拿出来披露呢？一旦披露了，你想想，对所有双方都是一种伤害。中国抓2个加拿大人，中国从来不承认这是把加拿大人当人质。你把这个信息一披露了，那不就证明中国就是搞人质外交吗？后来美国不也抓了5个中国人吗？那么抓5个中国人，中国人的理解，包括很多人理解，这也不是搞人质外交吗？你把这些信息都披露了，那你所谓的司法和公正在哪儿呢？美国跟中国谈7+7方案，然后呢，中国跟加拿大要谈一个2个麦克跟孟晚舟之间的交换，那你最后你加拿大所秉持的司法独立呢，哪儿去了？也没有了吗？那么这一切的核心呢，要我看来就是那个鲍达民披露的。华尔街日报我仔细看了，他所有的信息都指向了鲍达民经历的事情，所以他的信息源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鲍达民。那么鲍达民为什么会把信息披露给媒体呢？是因为他整个这个事件过程之后他就辞去了驻华大使的职务，到必拓又当高管去了。那么他不在政府部门任职了，他也无所谓了，他就把这个信息给披露出来了。那你想想，加拿大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间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了吗？也就是说，在谈判过程中间他没有资格参与，因为中国和美国谈判的嘛。在泄密问题上，他是第一个跳出来泄密的。那你想想中国怎么看加拿大？报纸上写不合适。Everything we discuss is leaked to the paper. That's not appropriate. 而且我们也不是那样进行的。And that's not how the way the conversation was conducted. 如果有诚心，咱们就用一种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很好的沟通。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If there is sincerity on your part, free and open and frank dialogue, and that is w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We will continue to look to work constructively together, but there will be things we will disagree on, and we will have to 创造条件。Let's create the conditions first. 好。习近平对特鲁多所讲的话，说白了就是哥们儿，咱们私下谈的事情，你怎么都给披露到媒体上去了？你搞到媒体上去，以后这事儿我还怎么跟你谈呢？对吧？然后特鲁多一脸无辜。我个人觉得这特鲁多我不太了解加拿大的政治，我觉得他在政治上挺幼稚的，他不太像是一个大国的负责任的领导人。你想想，整个事件最后就是通过换球方式解决的。那既然如此那你一开始你的司法部长就把这个案子先搁置起来，先谈，那不比最后这个解决方案要好得多吗？最后搞到加拿大人被抓起来，然后又跟加拿大换球，最后所形成的这样一种交换的方式，加拿大真是什么都没得到，只换得了一个跟中国关系渐行渐远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加拿大的政治人物不太及格。The U.S. has requested Canada to formally extradite Huawei executive Meng Wanzhou. Huawei allegedly asserted that all of its Iranian business wa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American sanctions. We're going to work a fantastic deal for both countries, but a fantastic deal for us. We're going to get China to open up. Follow the facts, and we vindicate violations of U.S. law. We don't do trade. 美国在孟晚舟这件事情啊，我觉得首先是遇到了挫败，因为他最开始的目标是要把孟晚舟叫到美国去审判嘛，结果没成功。据我了解这也是美国长臂管辖过程中间好像第一次受挫。过去呢，他长臂管辖到谁，基本上谁都是听命的事情，没有哪个国家敢轻易反抗，即便不满意也就认了，因为毕竟美国实力在那儿呢嘛。但是呢，这一次他搞孟晚舟的时候，没想到中国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跟他打了一场这个人质外交的这种战役。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美国妥协了，美国让步了，最后只签署了一个下台阶的延迟起诉协议之后呢，双方通过换球来解决掉了。所以美国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不折不扣的输家。我个人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美国的长臂管辖协议我在前几天的节目里我也讲过，所谓长臂管辖原则就是概括起来2条。第一，就是你从事的这个事情侵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第二呢，你这个公司呢又跟美国有关系，比如说华为吧，美国已经制裁了伊朗，那你华为又把惠普电脑卖给伊朗，那这实际上就触犯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啊。第二，你华为在美国又有业务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跟美国有关，所以美国就认为华为公司的行为呢归美国的法律管，可以惩罚你。应该说美国的长臂管辖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毕竟是全球化时代嘛，有些侵害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行为在其他国家发生，美国呢的确那手伸长一点就能管得到，但确实呢也充满着各种争议你比如说前些年有一个公司叫是阿尔斯通，他的高管路过美国的时候就被美国给抓了，美国抓他的理由就说他在其他国家行贿，那这事儿美国也管。后来呢他被关了几10个月之后放了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叫《美国陷阱》，就控诉美国的长臂管辖原则后来那个西门子公司也是因为在全球其他地方行贿被美国抓了之后也给罚了几十亿美金呢。那么长臂管辖协定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它就是选择性执法。为什么呢？因为他起诉的时候这些条件就侵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违反了公平正义原则，都是必要条件，它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全球各地违反这样规定的公司可能千万，但是呢，由谁来决定起诉呢？是由美国司法部自己来挑选起诉对象来起诉，这就必然带来了一个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的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曾经也讲过，汇丰银行就已经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嘛，他给贩毒集团开账号，他同时也给伊朗洗钱提供账号。要说那个罪名我看比这个华为公司还要严重因为华为充其量也只是给伊朗卖了130万欧的电脑嘛。当然也有人说华为实际上犯的事儿可能更大当年中兴公司在美国的时候，美国把它制裁中兴公司把华为当时在做的一些事情都给供出来了。所以呢，华为的事情不仅仅是伊朗这些事情，但问题是美国现在呈现给加拿大法庭的证据就是跟汇丰之间的这点事儿。但就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它跟汇丰公司自己所犯下的那些事情相比微不足道。汇丰公司涉及的金额那有几十亿美金但是也没抓人当年东芝公司把那个数字铣床卖给了这个苏联，苏联用它改进之后生产核潜艇的那个螺旋桨，那问题严重吗？也没抓人只不过东芝机械公司的老板辞职了。那为什么华为只卖了100多万欧的电脑就要抓孟晚舟呢？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面的选择性执法问题确确实实是一个争议极大的话题。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孟晚舟也包括华为给伊朗卖这个电脑的事情你充其量你罚款也就差不多了。所以美国做这件事情的动机绝对不是因为华为给伊朗做电脑生意，更重要的还是盯上了华为。华为的发展让美国觉得不爽不舒服，通过长臂管辖的方式来搞事情。如果像华为这个标准你都可以抓的话，那在全世界你可以抓多少人呢？
换言之，如果你只抓华为又不抓其他人，那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又何以体现呢？这是第二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啊，美国在这个整个事件过程中，最后采取的方式啊，也不是仅仅那个法律方式。那换球的时候不也抓了5个中国人吗？那5个中国人难道就是因为签证造假抓的吗？我不信啊！因为就算是这些人是中国的间谍，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在间谍的舞台上，一般对方的谍报人员要发现你了，他不会抓你的，他有的时候甚至会给你喂料，他就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间给你喂一些假料，然后让你去传递过去呢。那个时间点抓那5个中国人，也是想跟中国进行换球。你中国不是抓了加拿大人你不放吗？你还挺强硬的，那我也抓你的嘛。那既然如此的话，那美国这个做法呢，也多少有点流氓。虽然流氓的程度不如习近平，不如中共，但是他也不像他宣称的那样光明磊落。孟晚舟女士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的法律就被逮捕，会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surrounding these proceedings for 2 Canadians detained in China. 习主席明确就孟晚舟事件要求美方尽快妥善解决，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被告人罗伯特·汉普死刑。最后一点，咱们就讲一讲中国，讲一讲中共啊。讲一讲习近平啊，中国在孟晚舟这个事情中间肯定是赢了。推特上当时孟晚舟回国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你看孟晚舟都承认错误了，是不是？那肯定中国是输了吗？但是你看一下英文的媒体啊，国际上主流的评价都认为中国赢了，因为毕竟美国一开始的那个诉求啊，退得实在是太远了，而中国呢，让孟晚舟啊完璧归赵了，没有受到丝毫的美国司法的惩罚。那么习近平呢，也是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了美国的长臂管辖协议。我猜他内心啊，肯定也是觉得非常爽，因为过去大家面对美国的长臂管辖，谁敢说不？那现在他站出来说不，而且还取得了成功，也就意味着美国过去的那个主导国际秩序的那个时代结束了。从此，你不要再认为你们美国可以在世界各地啊指手画脚，你们按照你们的需要随随便便的去惩罚其他人。当我不配合的时候，当我说不的时候，你就做不成，或者说当你这套逻辑对付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接受。最终的结果还真就没有接受，而且美国退让了。所以习近平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开始。这个国际秩序是什么呢？就慢慢的以美国主导的那套体系不行了，而中国主导的体系要行了。这是习近平的角度啊。但换一个角度来讲啊，这中国为什么会赢呢？因为中国在赢得孟晚舟事件，不是在加拿大的法庭上打赢了一场法律保卫战，而是通过抓了几个加拿大人，判了一个加拿大人死刑，要挟加拿大人，要挟美国，最终获得了胜利。说白了，他采取的措施啊，是一种流氓手段。你不是抓我的人吗？那你想想，我是谁呀？我是流氓啊！我是流氓，我怕什么？我当即就抓你加拿大人。对于中国人来说，抓加拿大人、抓外国人，那最不需要理由的，根本不需要顾及什么司法啊、法律啊、宪政啊、权利啊，通通不需要。那2个麦克瞬间就给抓起来了，然后呢，那个麦克是不是拿着手机有几张图片就定义为间谍，就判刑了有期徒刑11年？所有中国的司法体系都是他跟国外斗争的工具。那么这个给国际社会造成一个什么观感呢？觉得中国这国家实在是太可怕了。为什么？当他强大的时候，你发现了吗？他实际上做事没底线呐。美国虽然也有点流氓啊，但是美国的流氓好像还多少有点底线，但中国这流氓啊，他底线好像是真没有。你要是谁敢惹着他，他真大耳刮子往上扇，他真逮你的人呢，他真当流氓啊。所以啊，中国虽然赢了孟晚舟这个事件的斗争，但也让很多国家对中国敬而远之，觉得这种国家呀可怕，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所以你看到了吗？一方面中国在孟晚舟事件过程中间赢得了这个战役啊，但好像在国际上慢慢也变得越来越孤立了，跟加拿大的关系是吧渐行渐远，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也渐行渐远。那么此起彼伏的这个外交之间的纷争和斗争啊，现在成为了中国对外交往过程中间的主旋律。那这对中国是祸是福呢？
我觉得至少不完全是好事儿。虽然说有的时候啊，你能打赢一场战役，但你未见得能够打赢一场战争，就是因为战争需要战略，需要更多的人支持你，而战役你只要使足全劲击倒对方就可以了。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很多国家呀，他能够在战役过程中击倒对手，但是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却输掉了。最典型的就是近代的日本。日本，你想想，在跟中国打仗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战役都赢了，但最后输掉了，是吧？那么今天的中国呢？它可以在战役层面上不断的击败美国，但是在战争层面能打赢这场外交的整个争夺战吗？因为习近平天天也曾经在讲啊，100年未有之变局，要重建国际秩序。这个重建国际秩序是需要你有一套价值观能够被别人认可的，而不仅仅是靠拳头说话。如果你只靠拳头说话，我个人觉得，即便是你建立起来这个国际秩序，也很难长久的维系，因为别人不认可。如果别人不认可你这个秩序的话啊，你想想，它能变成一个国际上畅通无阻、大家都共同遵守的国际秩序吗？一个小小的孟晚舟事件啊，牵动了中国、加拿大、美国，也包括众多国家这个外交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力量。同时呢，也昭示着美国、中国这些国家啊，在战略层面上的外交纷争。我个人觉得，随着中国的国力逐渐的增长，这个中美之间的纷争啊，类似于像孟晚舟这样的事件呢，可能还仅仅是个开始。未来啊，可能会有更多的孟晚舟事件，咱们呢就拭目以待吧。Now it's emerged that Meng Wanzhou has been in custody in Canada. US authorities appear to be seeking her extradition on charges of helping Huawei violate the US trade embargo against Iran. 这2个加拿大公民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采取的强制措施。 It has been obvious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this was a political decision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uard reader door, this way. Oh, wait, open the door. Open the. 被告人罗伯特·劳埃德借人佛者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死刑。 The U.S. has requested Canada to formally extradite Huawei executive Meng Wanzhou.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on Friday cleared the way for the extradition of Huawei's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Meng Wanzhou. Meng Wanzhou is suing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its border agency. She was detained, searched, and interrogated for 3 hours in violation of her constitutional rights. Meng Wanzhou has lost the appeal to have her case dismissed. Huawei executive Meng Wanzhou will not be heading home as quickly as she hoped. The FBI has arrested 3 Chinese visa holders in the The US. research associates have been charged with lying about their affiliations with the Chinese army. We condemn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this decision rendered after a legal process that lacked both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But I believe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It really was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in my life.